从麻袋里探出一颗小脑袋，魏婴开心地望着清衡夫人、师娘。蓝湛跟着探出小脑袋，母亲。清衡夫人将苹果给两小只一人递一个，笑吟吟地问：阿英，你和你阿占哥哥打算如何让你师叔忙起来？魏婴想了想，每天缠着师叔，让他教阿英和二哥哥剑术。蓝湛嗯了一声。清衡夫人微微笑了笑，说道：那阿英要快些把家规背熟。魏婴点头，会的。几天后，穿着同款披风的两小只来到雅室。蓝湛在麻袋里拱手：叔父。魏婴一礼：师叔。蓝启仁捋着胡子：阿占、阿英。魏婴道：师叔，阿英会背家规了。蓝启仁诧异。魏婴扬唇：师叔。阿英和二哥哥现在都会背家规了。蓝启仁问道：你们可会遵守家规？魏婴懵逼：那么多的家规，阿英和二哥哥全都要遵守啊？蓝启仁道：是。魏婴瘪嘴：怎么？蓝启仁挑眉：阿英做不到。魏婴道：阿英不是做不到，就是觉得有些家规阿英做到以后会变得很无聊。蓝启仁愣了愣：为何？魏婴道：师父说里面有好多家规是师叔你无聊的时候定下来的。蓝湛虽然没有说话，却在一旁点头。蓝启仁见蓝启仁盯着他们半天都说不出话来，两小只不解的对视一眼。魏婴小声：二哥哥，阿英是不是说错话了？蓝湛摇头。魏婴松了一口气，他伸出小爪子扯了扯蓝启仁衣袖，颇为乖巧的道：师叔，你放心，阿英和二哥哥都会遵守那些家规的。蓝启仁颔首：好孩子。魏婴扬唇：那师叔你准备什么时候教二哥哥和阿英剑术？蓝启仁诧异。魏婴道：大家都说师叔的剑术很厉害，阿英和二哥哥想跟师叔学剑术。蹲下身子，蓝启仁望着魏小团子：阿英，和师叔说说，你这个大家都包括谁？掰着手指头，魏婴咬字清晰：师叔，大家有二哥哥、大哥哥、师父、师娘，还有阿英。蓝启仁忍俊不禁：大家怎么没有师叔？闻言，魏婴呆了呆，旋即道：师叔，阿英现在就把你加上去。蓝启仁见蓝湛欲言又止。蓝启仁笑着问：阿占，可是有话和叔父说？默了一瞬，蓝湛道：蓝启仁道：来，阿占说，叔父听。蓝湛缓缓道：叔父，你想自己夸自己？蓝启仁。魏婴疑惑：二哥哥，师叔自己夸自己有什么问题吗？蓝湛道：没问题。魏婴莞尔：阿英也觉得没问题，星号星号。蓝启仁：可老夫觉得有问题，老夫什么时候自己夸自己了？最终，蓝启仁答应过些日子教两小只剑术。至于现在，他得问一问兄长，蓝氏家规到底是谁定的？刚处理完手头上的事，清衡君就见他弟弟蓝启仁一脸黑沉地出现在他面前。清衡君微笑：启仁，脸怎么这么黑？是谁惹你生气了？哼了一声，蓝启仁道：兄长，咱们蓝氏家规现在有多少条？清衡君道：3500多条吧。蓝启仁道：兄长，你敢不敢把你后面那个8字去掉？清衡君笑了笑：好，我去掉。咱们蓝氏家规现在共3510条。蓝启仁却道：错，咱们蓝氏家规现在有3513条，其中3500条是咱们蓝氏先辈们定下来的。清衡君干笑：剩下的13条是我加上的，可我是经过你的同意加的。蓝启仁道：而且加这13条家规的时候，我没有无聊。清衡君懵逼：啊？蓝启仁道：若兄长觉得无聊，启仁现在就可以把这13条删了。清衡君一头雾水：启仁，你在说什么？蓝启仁道：自己想。语毕，蓝启仁扬长而去，留下满脑子问号的清衡君在想他弟弟到底受了什么刺激。然而清衡君一连想了好几天，都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，最后还是清衡夫人说起两只小团子在麻袋里的对话。清衡君这才恍然大悟，感情他当初对小儿子的随口一句话，让他弟弟知道了。这天，清衡君拿着雅正集来找蓝启仁。蓝启仁目不斜视：兄长，有事？清衡君微微笑了笑：启仁，没事，兄长就不能来找你。蓝启仁清了清嗓子：清衡君道：
杞人，咱兄弟俩一起研究研究雅正集，看看里面哪些是精华，哪些可以弃之不用。蓝杞人愕然，弃之不用？兄长，雅正集可是咱们蓝家先辈们传承下来的。清恒君点了点下颌，是，可里面有些条条框框确实不适用了。咱们蓝家从初建到如今，也有100年之久。100年前的蓝家肯定和100年后的蓝家有所不同。那么100年前定的家规，在100年后不一定还适用。当然，有好些家规，即使过去千年万年，它都有其存在的必要，因为它是我们蓝家每个人无论何时都必须坚守的。像杞人你家的那13条家规里，有几条就可以一直沿用到后世。